新上线的电视剧《又见逍遥》，因为仙剑 IP 的影响力，上线即爆，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很高。但可惜李逍遥这个角色早就因为珠玉在前，成了无法超越的经典。点开《又见逍遥》的豆瓣评论区，也不乏观众的冷言冷语、讽刺拉评。但事实上，李逍遥这个角色太过火爆，光是被搬上荧幕的版本就一只手都数不过来。今天就来盘点5版李逍遥的差距，看看《又见逍遥》为什么风评走低。第一版《又见逍遥》何雨版，与凤行里何雨饰演的芙蓉君其实十分吸睛，虽然日常吊儿郎当，但偶尔也能因为小帅惊艳观众。可与凤行毕竟是 S 加级的制作，妆造发型都看得见质感，但《又见逍遥》从演员阵容到特效质感都是小成本网剧的效果。何雨在演艺圈里不算出众的颜值，在拉胯的造型加持下更显无助。画面里何雨的发套生硬突兀，特定角度下稀疏的发际线都有种秃顶的效果。偏宽的颌面在大白滤镜下没有立体的骨相感，颜值方面何雨就差了一大截，让人失望不已。最离谱的是，何雨的塑造力明显勉强，对李逍遥少年滑头一面的塑造总有种五官乱飞的用力过猛，有时何雨眼歪嘴斜的表情管理都透着一股小流氓的油腻和猥琐。他那狭长的眼睛往上一翻，就有种脑子里全是黄色废料的效果。而且何雨在塑造李逍遥的时候状态真的很差，那眼袋都快掉到下巴了，哪还有鬼马少年的半点风采。第二版《仙剑客栈》吴磊版，少年时期的吴磊要比现在的他更显稚嫩，而《仙剑客栈》的故事背景里设定就是成为大侠的李逍遥重回19岁，阻止悲剧的发生。这一版故事更简单，情节更轻松有趣，剧情连贯性虽然不足，但是吴磊稚嫩的面庞、藏不住的鬼马气质都把李逍遥幼时的状态拿捏到位了。关键是那时的吴磊其实就已经展现了性张力十足的骨相优势，清晰的下颌线、立体的折叠度都把李逍遥身上侠气十足的气质演了出来。这种遮掩不住的男主气质才是李逍遥这种大男主的颜值配置。第三版《仙剑云之凡》李希明版，在《仙剑云之凡》中的李逍遥已经人到中年，而演员李希明的塑造多了几分大彻大悟的阅历感。从面相上来看，李希明难演中年男人的沧桑，虽然皱纹明显，但是五官依旧立体，神色更显沉稳。李希明的塑造和观众印象里李逍遥的形象相差最远，但结合人物的经历来看，此时的李逍遥早就不是曾经那个追求侠义逍遥的少年，他经历生死，历经悲欢，身上肩负更重要的责任，成熟稳重才是这个阶段的人物调性。因此李希明的塑造算不上经典，但绝对真实。而且在这部剧里，李逍遥只能算是角色的原型，所以李希明别样的演绎并没有激起多少观众不满的声音。第四版《回见问情》刘玉泽版，《回见问情》在剧情看点、人物塑造上更追求对游戏的还原，而演员刘玉泽长了一张妥妥的爱豆偶像脸，甚至于他在剧中表演方式都偶像感十足，没有太多江湖侠义的杀力感。而且这一版的故事更具无限流的特质，剧中的男主是穿越到了游戏里的李逍遥身上，被迫走上了与灵儿共赴劫难的道路。不论是这部剧短小快节奏的特点，还是剧情完全不同的切入点，都让回见问情摆脱了传统仙侠剧的套子。演员刘宇泽的表演也因此更落脚于偶像魅力、个人英雄色彩。第五版《仙剑奇侠传》胡歌版，2005年上线的《仙剑奇侠传》是仙剑系列中评分最高、认可度最大的一部影视剧。这部电视剧9.2的豆瓣高分，超越37万的打分人数，足以证明胡歌版李逍遥的经典。客观来讲，如今胡歌的一个位置离不开当初仙剑大热打下的国民度基础，而在这部剧里，胡歌饰演的李逍遥从形象气质到演技表现力都优越的一骑绝尘。胡歌的帅气带着些明显的性张力，那时的他少年感十足，但却不是偶像气质的小白脸。他脸型偏长，颌面偏窄，骨相大于皮相，五官折叠度很高，棱角感十足，而且皮肤质感和仙侠剧需要的真实感融合的恰到好处。不仅如此，当时的国产剧还没有盛行如今的磨皮滤镜，但胡歌在这部剧里的颜值已经足以吊打如今众多当红
但却离不开美颜的小鲜肉们。而且那时候的胡歌对于表演其实还处在一张白纸的阶段，他对于李逍遥这个角色身上的众多标签塑造都主打一个真诚，他说话腔调有些流里流气，肢体语言有种从未被规范过的不拘小节。总而言之，《仙剑奇侠传》其实刚刚上线的时候也没少被吐槽，但是随着情节的演绎，《仙剑奇侠传》里的演员都成为了大众眼中适配度最高的选角结果。而对比这些年不同版本的李逍遥，经典版之所以能成为经典的理由也变得更加鲜明。珠玉在前，到底谁演的风流儒雅，谁的表现拉胯油腻，一目了然。